反正就是这样。做股票跟做房地产做股票的人都看不起做房地产的人，真的就这样。那做房地产的人都不太搭理做股票，我没有说讨厌或看不起，我都不太搭理，因为做房子的人，你到3屋4屋5屋以后，手上一定大概都会有股票啊，不然你挂市出来要干嘛？就这样那他们买那个股票不是说要赚多少钱就是防御嘛，然后资金要先趴在一个地方嘛，怎样的操作。那时候想的都是怎么保本，而不是说怎么去赚到大钱。总之就是这样，股票版的轮替很夸张，然后房地产讨论版都是那些老屁股就这样，就差别很大。所以你看哪个市场板块比较稳定，那高雄王就很典型啊。然后他的文章有一个风格，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他碎碎念或是什么，但很难得呢。这人家在分享自己的东西几乎没有保留，而且你在底下留言问他会回答呢。对啊，你这个他又不出书、不卖课、不收会，我还收会员呢，对不对？我还 YouTube 我还收那个1个月250块的会员，在讲最终高雄重大建设、附近中无房价的，他都没有呢。对，所以他这是纯分享。好，那就有人分享到这个地步，你去看一下人家的思考川普关税风暴后，该弃股回房吗？PTT 的月经文揭晓资产的攻防心法。先说结论重点不是该买房还是该买股票，是你要注重自己的防御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在闲物设施旁边的房子会跌价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该弃股回房吗？这是来看一个在 PTT 上的贴文房屋版。总之这个内容你也猜到了，就月经文就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反正就是说川普现在这一波关税操作下来，他才知道股票痛起来有多痛台股血腥7日，直接干爆他的本金那还不如跟以前一样，就把钱就趴在房地产就好，就不要管了，放个5年10年慢慢等就好了。有增值很好，没增值就算了，至少他知道他这个钱放在股票里面会被咬掉。然后他深深的觉得房地产真的保值太多了，这样。反正这类文章只要股票暴跌一次就会出现一次，又或者就是出现什么少年股神的劝世文跟海量的股版的毕业文什么玩股票赚了3000万，一夕之间赔掉，曾经当冲让他就辞职了，全职做交易，安诺多安诺超多，大概每个礼拜都有吧，这样。然后你也看到不想看了。那我要讨论的是一样这个原坡底下的回文串有人去回他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非常的有道理。我读的是心有戚戚焉当然有人持反对意见，这个我八卦的时候我在讲。这个回文的内容很长，连结我放在资讯栏，你有兴趣的话你点进去看，你没兴趣你要点进去看，你看一下人家那种一来一去的高手，他脑中在思考的是什么所以你要知道投资你要攻防兼备我们就来看这篇回文在讲什么那内容真的很多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在大多头的时候长期看涨所以大家都在讲怎么进攻。那这一波的讨论都是讲怎么赚钱的然后你也都是点进攻的技能，那你就想说就可以就杠杆质押安诺信贷到冲进股市一阵乱杀开无双，这样大涨的时候也能取得很不错的成绩，没错。但是当风向转变的时候，那就是看你的血有多厚看你的防御点得多高了。可是问题来了，你根本没去点那个防御的技能所以你这个突然被人家轻轻一刀，市场的波动你就被抬出去了不都这样你就是拿着神兵利器，然后你身上只有那个加2刮皮帽就这样子那如果你躲得过攻击那都没事，大涨的时候都 OK 那个市场在反扑的时候直接就会被抬出去。那如果是真的在长期投资自产的人，他们会花很多心思在干嘛？控制风险。反正他们又是那个老人在讲的话，先想输再想赢，这样就是他会想赚钱，会点攻击，可是他一定防御的那个 priority 是非常前面的顺序非常前面的。然后防御如果他有那个技能配点，他一定先点防御就是这样。所以他能怎样？他能无论市场的好坏，他都留在这个市场上，最后就会成为人家口中的市场赢家。对啊，很有道理啊。我们现在比的不是说你赚多少钱，你赢多少呢？真的不是呢，而是你能不能70岁的时候，人生结算时刻有房也有钱。为什么是70岁？我再讲一次因为那时候我们几乎丧失工作能力你说那个巴菲特那川普他们都80几岁90几岁高龄，那是他们好不好？你就去巷口诊所，你看看你这个医疗能量差多少，能不能把你让安安稳稳顾到70、80岁？好，那我们前面提到的少年股神就是被抬出去，
之前 PTT 股票版又有一篇自曝，81年次的少年股神赔2400万，道歉银行600万。那你跟我说他还年轻可以再来，我问你他要怎么再来？他还要再进股市吗？我跟你讲他不敢啊。那他要怎么进房市？他破产欸，银行不会再贷款给他，那他剩什么？我跟你说这个就要犯罪了哦，要么就去做诈骗，然后被抓到东南亚，然后再说他被人家骗，没有，是因为他在台湾欠一条大的哦，然后包装自己这样，怎么被骗来哦，让人家去救他，都嘛是欠一条大的，不然就要去做什么虚拟货币，然后他也没钱做哦，然后他就拉别人来入金虚拟货币，他还赚钱，就会变成这样，开始在搞这些东西，大概会这样哦。那最后你要知道，谁能笑到最后？当然我不是说股市怎样啦，政府那么鼓励你去做股市嘞，房地产限制一大堆呢，哦，第二户5成，第三户7成，法人不能买，怎样有没的？你看股票哪有什么限制哦？然后还帮你呢，什么评判一下禁空令什么的，那两边的对待完全不一样。我也有很多朋友有在做股票投资，我要强调的是，前面那个网友的观念哦，就是你要点防御啊，你血要厚一点啊，你不点防御，然后把 all in 真的是很危险哦。那像我们看到这次的美股大跌，谁赚到钱？我靠，就这种样子还有人能赚到钱，至少他没有赔掉大钱哦。来，你看这个新闻，我念一下，巴菲特哦，又是他，巴菲特靠牛市减码抛售苹果，躲过川普关税，全球10大富豪只有他逆势而上，赚破4200亿元。巴菲特又赢了，不愧是股神啊！他去年是怎样？不是做人家看不懂的操作，大抛美股嘛，然后抛掉手上的苹果股票，然后大家笑他老黄灯看不懂哦。那个时候大家要笑他那个老人痴呆。我跟你讲，巴菲特哦，我特别查了一下，你知道巴菲特几岁吗？他1930年8月30号出生哦。今年94岁，94岁，我操！你94岁的时候有办法像他一样做这么大的生意吗？94岁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轮椅，然后鼻胃管那边流口水，大概是这样吧？人家还叱咤商场，很厉害的老人痴呆，哪有老人痴呆？然后他在美股大好、科技股大涨的时候，巴菲特抛售，满手现金离场。现在我们才知道，川普乱来嘛，他就觉得川普当选会乱来嘛，所以就先把股票抛掉了。什么时候开始抛？2024年的 Q3 开始，然后抛到2024年的 Q4。那个时候是不是美股跟台股都大好，一堆少年股神出现的时候？而且那时候川普还没当选哦，真的是未卜先知哦。巴菲特他就是察觉到危险，他少赚一点，你看他宁可少赚一点，他就要保全自己，他就先跑了。所以这种人物想的是就是防御，攻击防御论的话，他想的是要是川普当选的话，他怎样怎样，我能暴赚多少？不是，他想说我先看怎么全身而退哦，然后剩下再拿大钱去赚小钱哦，就这样，他先跑，结果又证明又是他赢。对啊，你看那个股神这种纵横股市数十年老江湖，这个94岁的江很厉害嘞，江还是老的辣哦，辣爆了，这超厉害的嘞。他们防御应该都点到爆哦，因为他们不好跑嘛，那么大的资金不好跑。结果就我们的散户在那边哦，少年股神、少年币神，我命由我不由天哦，那个你不抬出去谁抬出去？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哦，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 50% 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
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啊，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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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就是我刚刚是不是提到一个什么攻击防御论的发文者我说我会贴在资讯栏叫你去看的那个那个发文人是 Seca CECA Seca， 俗称高雄王高雄王。我讲几个干话，就是说股票版 PTT 股票版跟那个房地产讨论版我都有看嘛，看好玩的。股票版的 ID 真的是每半年一换吧新的 ID 又出来，然后赚到钱，然后怎么样逆势操作，他怎样筹码怎样的就是一波又一波的人就新人去取代旧人 OK， 这是股票版的现象，少年股神。然后房地产讨论版就有点诡异，都是那些人，就那个都10年以上老 ID 呢，真的呢，他们10年前就在发文了呢。像这个 Seca 也是10年前就要发文了，所以你光看这边你就这两边的板块稳定的程度真的差很多。以 Seca 来说，跟我一样我也看房地产讨论，我是没什么发文了，但我在那边也看10年有大学开始看的。就这样反正就是这样。做股票跟做房地产做股票的人都看不起做房地产的人，真的就这样。那做房地产的人都不太搭理做股票，我没有说讨厌或看不起，我说不太搭理，因为做房子的人，你到3屋4屋5屋以后，手上一定大概都会有股票不然你挂市出来要干嘛就这样那他们买那个股票不是说要赚多少钱就是防御嘛，然后资金要先趴在一个地方嘛，怎样的操作。那时候想的都是怎么保本，而不是说怎么去赚到大钱。总之就是这样，股票版的轮替很夸张，然后房地产讨论版都是那些老屁股就这样，就差别很大。所以你看哪个市场板块比较稳定，那高雄王就很典型然后他的文章有一个风格，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他碎碎念或者什么，但很难得呢。这人家在分享自己的东西几乎没有保留，而且你在底下留言问他会回答呢。对啊，你这个他又不出书不卖课不收会，我还收会员呢，对不对？我还 YouTube 我还收那个1个月250块的会员，在讲追踪高雄重大建设附近中无房价的，他都没有呢。对，所以这是纯分享。好，那就有人分享到这个地步，你去看一下人家的思考然后这篇文章有引起一点风波，就是 PTT 不是还有一个人叫教主嘛，对不对？那个10个0的男人 A 10个0好，那个教主就是什么以前 AMD 股票大翻身，然后反正在美国有房子，在台湾反正就是股票派的人就他当然有他厉害的地方，已经上岸了然后他就有发专文来酸 Seca 说什么防御论什么什么的。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做股票都看不起做房子的，做房地产的人我们每年都会被人家笑，行情大好的时候被人家笑说那个房子赚那么慢，你买那个是海楼，你白痴然后股票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过我们的日子，真的，我们每年是重复的，就是被人家笑，我被笑10几年了。你看过去台股有大好的时候我们一路都在房子，我们不觉得怎么样。然后房市在大好的时候，我们早就上车了，然后人家还羡慕我们。
啊，我只能说这2种流派。我跟你讲，会做房地产自产的人哦，生性就是保守，就是很保守的人。我是真的很保守。回顾我这次的操作，真的是很保守。第7波信用管制以后没什么事，然后我在缴那些房贷，我都不用宽限期哦。然后反正就是这样。这要表达的事情是我个人啊，现在看下来很清楚了，持有股票跟持有房地产哦，应该是持有房子才有办法让我在70岁的时候顺利的达成有房也有钱。我只要不乱搞就好了哦。那股票的话，是我认真搞，大概也是有相当的几率会被抬出去。你要不要算一下过去股灾多少啊？很恐怖嘞！有那个版友做了一个统计。现在没有在讲那个新总统怎么样，现在就是说我先说结论说现在是一个加速的时代哦，加速的时代，按下加速键了，2倍速的时代啊。我们台湾股票，当然你要考虑以前的币值或什么那个再讲，我们光看点数来说，台股过去的前10大涨的点数跟前10大跌的点数哦，都发生在新总统上任。人家新总统匹马上任才多久，都发生在这里。我记得10大跌幅好像只有1大不是在他任内的时候，然后前10大涨幅大概都在他任内的时候，他才刚上任这不是他的问题。我就问你呢，现在总统这个美国关税，然后东方神秘力量，这谁做总统？这现在超高难度的副本就这样。所以现在是一个加速的时代，你要在股票里面，当然是机会多啊，可是机会多你又来了，你又那么裸装上阵，在那边拿着神兵利器，然后完全不点防御，你是怎样？你是准备被一个暴击就被抬出去，是不是？那像我们在房子里面归着，然后看戏看说怎么股票还加 combo， 然后现在又有了，现在台币有问题，对不对？过去那么稳定，然后突然这样台币猛烈的升值，这也都是很反常的事情。就黄金也在跌，就美债也有事就台币也升值，那看一看，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加速的时代。但我的想象是说那就继续趴在房子里面，景气会好会少。我跟你讲以前更惨嘛，无薪假的时候，对不对？无薪假的时候，我们上一代爸爸妈妈房子不是一路给他捏到现在，不都回来了？你在无薪假的时候，最恐怖的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跟我们那个台股血星7日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云淡风轻，就那几天。当下你怎么知道？大盘都可以跌停，林老师就这样。那反正就房子来贯穿周期好了，真的是70岁有房也有钱的那个胜率比较大。如果真的出现了什么超不可控的天灾，比方说超大的地震，什么南海海潮大地震，然后什么有的没的，外星人打地球，第3次世界再说嘛，就这样。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固步自封这样。总之还是那个，就是你要先想好你自己怎么不会输。做房地产，然后不用宽限期，然后有选好重大建设旁边，又选的是中古屋，又是废墟要整理，这个真的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的是保守到底了，真的是保守中的保守了。然后第2屋5成，第3屋自备7成。我跟你讲什么解法？我跟你讲挂式去过水，然后去怎样吗？没有啊，对不对？我跟你讲什么硬买硬存，就这样。现在门槛高就高，你要跨得过去，那你就厉害。知道别人怎么追都追不上你，我都跟你分享这个呢，所以就保守稳健为什么性格使然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就是中产阶级。你敢说你是高资产阶级吗？你高资产阶级，你看买房源，我们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一个现象，什么上有老下有小，我们怎么样输不起啦？你还去跟人家玩那个少年币神、少年股神的那种把 all in， 我靠！你不你无敌之人，你要这样子做，我是没什么意见，反正就来拼搏一趟嘛。你这个都有家庭责任的，你在那边把林老师你看那些股版的毕业文，我这边再讲一下，就是说股票版的毕业文跟房地产的毕业文差很多。房地产的毕业文是怎么样？他说他终于买房子了，以前也是空，然后觉得说这房子涨，人家谁要买啊？然后因为结婚怎么要买，然后毕业了，底下留言一票恭喜恭喜，这个价格还可以这个怎么不错，一片祥和之气。股票版的毕业文，哇，那真的是血腥的死亡笔记本真的是这样然后讲说什么最近又一篇，我在录这之前我在那边滑，我看了一下那篇文，哇，真的是怎么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反正他就是无尽的懊悔然后跟家人借钱然后哭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毕业文恐怖的是这个毕业文大概每个礼拜都有。对啊，喜安诺尤其来个股票震荡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又会跑出来。还有那个当冲毕业的，只能这样子讲，就是我们就不要做那种会让自己被抬出去的事情。为什么你老了没房也没钱，我看你怎么办嘛，对不对？你说没关系，政府会盖社会住宅给我住不然我就去偷面包，然后等警察来抓我就住
不用这样了。那我把我的slogan再讲一次，这不是说什么押韵而已，而是真的是我切切实实正在执行的目标。老了有房也有钱哦，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去做那个稳健的事情，防御高的事情，先点防御哦。目前看下来这一圈，你不管你是做股票的，你是做期货的，你是买美债的，你是做黄金的，你是安诺多安诺的，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全部就房子好像还可以，就是这样啊。我有做什么操作？我什么操作都没做呢。看起来就是这样啊，这是因为台币的关系，是不是台币计价的资产又猛烈升？然后当然讲干话，说台币这是干话哦。台币如果升到跟美金1比1，会发生什么事？好，那你现在住的房子市值2000万好了，那2000万台币，台币要是有1比1，出口全死，然后你这个房子市值2000万美金，我靠，对啊，嘿，这不可能发生啊，但。反正我们就去做我们那个不要供呢，每次都来问说现在这个时期买房子好吗？买房子还 OK 吗？不是大家都看空我就买了嘛，就这样嘛看空，我跟你讲，每年都有人看空啦，一波一波的股票才大涨，我们房地产会被拿出来编，拿出来笑，反正就是这样，很诡异哦。每年笑我们的人都一批又一批，然后房版的人都是这些老屁股，所以老屁股发了文都看很好看对啊，然后你去揣摩一下，思考一下，一来一去的人他的脑袋的想法是什么